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節目一開始先歡迎來賓，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我們要趕快來關心的是中東的死亡海峽正式的開戰了。今天會來特別關心到的是伊朗現在在荷姆茲海峽這邊布滿了水雷跟它的自殺快艇，美軍的部分掃雷是否跟得上，是否慢一拍呢？我們今天也會關心，現在整個荷姆茲海峽已經變成全球最危險的海上戰場了。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因為這個最新的消息是來自於 CNN 西方媒體的報道，伊朗現在已經在荷姆茲海峽大規模的布雷了。情報指出，伊朗是有能力在這個航道上面投放數百枚水雷的。來自於伊朗的最新說法，我們還有28艘的潛艇啊，接下來的6000枚的水雷是隨時做待命。而就在錄影前，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來自於英國海上貿易行動辦公室發布的最新消息，已經收到了報告，說有一艘貨輪在荷姆茲海峽遭到了不明的飛行物擊中，導致船上起火。那麼該船已經正式的請求援助，現在這些船員生死未卜，正在進行撤離當中。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革命衛隊現在也發出了一個最新的警告：美以你在搞事，1公升的油你也別想再運出去，也直接跟川普發出了威脅，小心不要自己被殲滅了。伊朗繼續的說，他說宣布驅逐美國跟以色列在這邊的大使，軍艦接下來可以無限期的通行荷姆茲海峽裡面，伊朗自己的軍隊可以，也正式的是等於宣告了這個海峽的主宰權在伊朗的手上。我們看到美國又是怎麼說的？川普現在最新要求伊朗立刻的移除這一些布雷的水雷，否則會面臨嚴重的軍事後果。如果敢封鎖海峽，美國將會20倍的對你加以奉還。那確實，美方也已經祭出了最新的軍事上面的行動，摧毀了在荷姆茲海峽上面的伊朗海軍艦艇，其中包括了16艘的布雷船。那麼我們現在也要來看到的是，美國現在確實在荷姆茲海峽面臨許多的壓力哦，就是因為現在它的掃雷的能力恐怕也撐不起這一場海上的博弈，因為我們看到整體來看到伊朗在海上的部署有哪一些，還有海底跟陸上，海面上有自殺快艇跟它的布雷艇，現在密布在這個上面，海底還布了水雷，再來看到空中還有無人機監控跟寄出攻擊，岸上更部署了反艦飛彈等等。也就是說，一旦美軍的護衛油輪進入到這個海峽，可能面臨的就是多重的火力網四面楚歌。水雷只要一旦引爆，那麼油輪連鎖的爆炸的效應可能再起。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了？現在伊朗等於在這個海峽上面布了各種的武器，剛剛提到的自殺快艇到布雷艇到水雷、反艦飛彈等等，這個多層的海峽防禦網，美軍如果強行突破，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嗎？荷姆茲海峽現在已經正式的變成戰場了嗎？幹哥怎麼看？好，仔細看一個數據，說6000枚水雷隨時待命。我說不要6000枚了，60枚你頭就痛。你知道為什麼嗎？水雷是最難掃的一樣工具，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常常會聽到地雷，對不對？地雷其實在我們一般人的認知之中，就是人員殺傷雷，它是埋在地底下的，那個已經很難清了。如果它是水雷，它會更難清。你還記得你小時候可能看過那個電影，就是說，有一個大大的很多刺，然後布在那個海面的下面一點點，然後用那個鐵鏈綁起來。那是2次大戰舊的水雷的你的印象。現在的水雷不但輕，而且質量輕、密度高。然後呢，它分2種，一種是什麼？一種叫細流雷，就是我剛才講的，它會有一個鐵鏈綁住，但是它質量都很輕的。然後另外一個叫什麼？漂流雷，它飄哪裡去你根本不知道。光60枚你丟下去很容易啊。為什麼？可以用直升機布雷，可以用快艇布雷，還可以用軍艦布雷等等。你還可以用帆船啊，只要是那種一般的那種民用的帆船啊，它載了幾顆，它因為那是很簡單的，它是一個就是很笨的一個武器就对了，只要丟到海裡去，它自然就會發出磁性。然後呢，美軍的軍艦全部都是鋼制的，所以它會發出磁性。
只要水雷接收到那個訊號的話，你進發它就會爆炸，就這麼簡單。所以水雷的效用是在這個地方。二次大戰，英國在挪威峽灣布放了很多水雷，就是要遏止它的無敵戰艦啊，叫鐵壁之號開出挪威峽灣。那對於像這樣子的武器，我跟你講，荷姆茲海峽只有33公里，那麼窄而已，跟我們台灣海峽那個寬度啊還要更窄得多。所以你知道，沿線的從波斯灣沿線下來的這些國家都是產油國，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伊朗本身，再走過來就是荷姆茲海峽，再走出去是哪裡？就是阿曼灣，然後再到了大海、阿拉伯海，這樣這個油輪它才能夠幹嘛？把油運到全世界去。如果它在荷姆茲海峽，它就觸礁，不是觸礁，被爆破了。它如果說它受傷，通常一枚水雷只能夠在船底打一個洞。為什麼？因為所有的油輪都是超級油輪，那都超過10萬噸。你用水雷你打不成它，除非用魚雷或飛彈，你打不成它。但是它只要攤在荷姆茲海峽，它就是什麼？它就是整個企業、整個全球經濟的障礙。為什麼？它堵住了。所以只要它能夠堵住，我伊朗的那個任務就達成了，我的目的就達成了。所以現在好，那我們就講川普說我們來護航任務。我告訴你，護航任務要怕的不是這些油輪，是美國自己的軍艦本身，他怕死了。航空母艦絕對不能夠進到荷姆茲海峽裡面去，因為那個叫有去無回。我不知道在裡面準備了什麼東西。是除了水雷之外，我要是被水雷誤傷，那還是小事。我剛才講過，航空母艦也是10萬噸的，你打不成它。但是你要碰到見證者無人機的話，那可以飽和攻擊。所以荷姆茲海峽它不會進去。但是你在外面的時候，我請問你一下，美國海軍的驅逐艦就都是伯克級都是神盾艦，這些神盾艦都是1萬噸的大船，他们只要碰上了一顆水雷之後，它一樣也不能動。所以你知道掃雷艦的要求很高，它是什麼？它是塑膠塑鋼的船體，它不能帶磁的。所以以前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台灣發生的慶富案？那個慶富案就是那個他根本從來沒有造過掃雷艦，他根本沒有那個 know how， 他就跟國防部講說，跟海軍講說我能夠造，這個瞞天大謊。那現在美國你知道只有多少艘掃雷艦嗎？3艘，只有3艘，叫做 Revenger 復仇者級，只有3艘而已。還有另外一種最新的叫納瓦河級，還沒有造出來。所以我現在已經把這個戰力分析給大家聽了。美國的掃雷能力比日本遠遠不如，日本是全世界最強的掃雷國家，他們從2次大戰就開始注重掃雷。為什麼？因為它是整個環海的，你應該請日本海軍來幫忙請日本海軍到荷姆茲海峽來幫忙，他們非常會掃雷。可是美國自己本身沒有掃雷的能力，所以拜託不要用軍艦來護航。等一下，你這個觸雷之後，軍艦自己本身都倒霉啊！這個是異想天開、痴人說夢。好，那我們剛剛因為也有提到最新消息嘛，這是來自於英國辦公室這邊說的，有一艘貨輪在荷姆茲海峽被攻擊，現在這起事件持續的在升溫，荷姆茲海峽現在看起來已經越來越嚴重，變成了海上戰場嗎？岳老師怎麼看？找日本過來幫忙掃雷也沒有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荷姆茲海峽離伊朗太近。大家知道什麼叫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最長的地方才90公里，最淺的地方的話呢33公里而且實際上它的那個靠近伊朗那邊岸的話呢，水非常淺所以伊朗的話呢，它就是你們講到說水下地雷布雷的船的話，伊朗就有搞出6000顆水雷那這個距離就非常近然後自殺快艇是無人的，無人快艇的話，你來了船，它派出去，那等於是活動的水雷那更不得了對不對？你看到了就講。然後第3個岸基飛彈，什麼叫岸基飛彈？岸基還有火炮它太近了，這個火炮一般來講的話，打到100公里以內就很容易。它整個荷姆茲海峽完全在伊朗的涉及境內。那現在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伊朗這種不活了、魚死網破了，大家一起同歸於盡？大家不要忘了，伊朗也是產油的國家，他自己的船也要透過荷姆茲海峽出來對不對？好，現在的話呢，這裡面有3個部分大家需要了解。首先，第一個，伊朗真的很生氣。
啊，那個哈梅尼耶的話呢，哈梅尼的話呢，就是被殺掉以後，現在就為什麼選到他的二兒子啊？穆賈什巴啊。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伊朗全國上下都非常生氣。這個宗教國家的生氣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這個大家就要特別注意。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美國跟以色列一開始對伊朗的時候狂轟濫炸，到目前為止只會以暴制暴的結果。那伊朗現在就決定跟你搞個魚死網破。荷姆茲海峽是不能夠封的。為什麼？裡面牽涉到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說啊，有人現在都降低這種佔的比例啊。其實嚴格來講，它是至少25%。大家現在說只有20%，其實我聽到的是有時候到達33%。為什麼？因為中東地區它不但是油，而且是氣。你要搞清楚，就是說這個全世界最重要的輸油輸氣的國家都在這個區域。然後這個地形一打開，它一定要經過荷姆茲海峽。另外一邊的話呢，紅海也是在胡塞武裝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兩邊的話幾乎都沒有任何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之下，伊朗發覺這一招有用，就是說他這個同歸於盡，講起來連我們在座都影響到啊，因為就是說大家一起死啊，最慘的就是韓國、日本加上台灣啊，大陸可能有它的能源的分散區域啊。然後第三個原因更重要的是，美國本身講不清楚他們到底要幹嘛。然後真的我到現在我問了很多人啊，只差求神問卜而已，就是說美國到底在幹嘛啊？你跟着以色列去搞這個幹什麼？人家以色列講起來，伊朗是最大威脅，你美國根本沒有這個壓力，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你搞不清楚，然後慢慢被識破手腳。這場戰爭不能拖，拖到今天11天的時候，伊朗、俄羅斯、中國，甚至連北韓都看清楚了，就是把你拉住，就是把你拖住，讓全世界一起下沉，讓你產生壓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大家就會覺得說，美國要掃雷啦，美國要釋出它的這個戰備儲存油啊，美國要想辦法要對伊朗威脅，要無條件投降啊。這個原來不關美國的事啊，原來本來沒有影響這個事情啊。我甚至可以講說，這個在這個，你看建中老師會講得更清楚，在這個發生戰爭之前，台灣的股市好得不得了啊，現在突然一下完全變了，現在每天都非常的穩，就 volunteer 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上下擺動。好，確實哦，現在伊朗祭出了這個荷姆茲海峽，在這邊布雷這一招哦，希望給全世界都壓力，並且對美以施壓。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這個伊朗他也是看準美軍在這個荷姆茲海峽這邊做這個掃雷的動作，其實是無能為力的，特別是在掃雷的能力跟速度上，其實都跟不上伊朗的速度。我們先來提到伊朗這個美軍的掃雷能力，為什麼說嚴重不足？如同幹哥幫我們提到的，現在呢，其實美軍手上只有3艘的濱海戰鬥艦是可以做掃雷的。然後呢，如果這些掃雷裝備是裝在上面的話，等於就裝不下防空武器了。也就是換句話說，如果你是在掃雷的時候，軍艦就會變成活靶子。再來就是速度的部分，美軍一天最多只能清除50到100枚的水雷，但是伊朗一天可以布雷達到了700顆，將近已經是，如果是以100來做計算的話，將近已經是7倍了。那麼靠的就是它有20艘的小型的潛艇跟3艘的大型潛艇，都可以一天3趟不斷的去布雷。換句話說，伊朗的布雷速度是遠超過美軍的布雷速度的。怎麼看這場水雷戰？美軍打得下去嗎？聶老師怎麼看？單純談水雷戰，當然美軍當然打不下去嘛，這個真的是差非常大。这個伊朗呢，這個對荷姆斯海峽對他來講哈，不管21海里、33公里，這個最短的地方，實際上對他們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戰術戰略的重要的，說不好聽就是他們戰略武器啊。他們用這個是可以真的牽制到世界，包括我們講說，我們現在東方所有的人員、天然氣所受的傷害。但不管怎麼說，它不是隨便要封鎖。這是他的武器，他最主要的，我們現在很清楚了，他的現在的敵人就是真的已經火力全開的，除了以前以色列，就是背後的這個父親就是老爸就是美國嘛。當然，這個川普呢，他就特別的執意要去打。剛才那個苑教授講到，真的搞不清楚他為什麼要打，但是我等一下分析一下他為什麼要打。而這次有一個很大的邏輯問題啊，我等一下講一下。你說美國會不會贏？當然不會贏，但是這是定義問題，也不算不贏啊。因為你知道川普的個性，他不是那個 Apprentice， 他有3招嗎？第一個攻擊，攻擊再攻擊。他玩梭哈，你知道都是修邊丟大牌。我多厲害，我全世界第一，我先嚇死你，叫你不敢動，來跟我談和平協議。我要4個理由，前2個理由就是他一定要達到的終極目標，他完全沒達到。
他現在就要退縮了，不是很塔口嗎？他真的這次是標準塔口了。你知道美國是很奇怪、很特別的，他是自以前到現在能夠讓他越來越強大，就做兵工廠，然後全部用代理人戰爭。別的地方打，像俄烏就是這樣，他能夠一直在後面 support 你烏克蘭，他人就不要出去。這次還真的就去了，還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就直接打伊朗。真的他對伊朗痛恨到這樣嗎？不是，其實有真正的很重要的原因。我先講一下 ，Apprentice 講他就是攻擊再攻擊，第二個叫永不認輸嘛，那第三個叫死不認錯嘛。大家都知道這三個名言就是屬於川普的。他已經輸了，但他不能認輸。他原來覺得他一天，跟委內瑞拉一樣，就可以把那個首領斬掉。他是已經斬首沒錯，他不知道整個伊朗的神權精神加上民族主義之間結合在一起，就算反對派也都沒辦法接受你把我父母殺了。這個問題很大，他才發現他錯了。他原來一天就說4天5天可以解決，就打了10天之後，他說戰爭快結束了。他到底打什麼咋結束？他理由很簡單，我打了5000多個點。5000多又怎麼樣？他的終極目標4個裡面最重要2個，其實就是核計劃、核能力，所有的核設施、核能要全部毀滅嗎？你去年鑽地彈不是鑽60公尺，不是要炸了核嗎？結果沒有成功，這次就一定做得到，他一直很有信心。第二個是導彈啊，尤其長程導彈，它導彈已經研發到，因為伊朗的攻擊力量是很強，以色列是因為靠美國，那它有一個金迥是可以防範沒有錯。可是你知道，它可以用你這一次大家很清楚啊，用便宜的無人機或者些人就可以用你很貴的什麼愛國者飛彈去打掉，你知道，幾百倍的軍力去打，它已經消耗到了所有的，這是一個很大的消耗戰。美國就被消耗很慘，以色列消耗很慘，所以你知道伊朗還有很好的戰術，也就是在你把他的首領殺了以後，他們有沒有認輸？他們其實知道自己不太可能會贏，但他也不願意輸得很難看，他必須全力反擊。所以我覺得这件最嚴重的就是川普繞到了一個邏輯的問題。他說我要停戰了，伊朗說我沒有要停。那我為什麼要停戰？因為我打了5000多個點，我夠了。其實你要知道為什麼他要有2個目標，第一個長程飛彈，第二個是核設施。因為你看北韓就知道，他敢動北韓嗎？敢動金小胖嗎？因為北韓就是有長程飛彈，也就是有洲際飛彈，也就是因為有核設施，美國動都不敢動。伊朗他就是怕他走到這一步，所以歷任總統都是怕，沒有人敢這種。川普他自己以為他很大，我們軍事力量多強，世界第一，我要去制裁你，4天就搞定了。結果後來講，可能要打久一點哦，所以發覺被消耗得很慘。他後面你知道武器的制造已經完全制造業空洞化，他不知道怎麼去support他後面武器，還有他未來還要想到他未來的假想敵還要需要更多的槍炮彈藥。他發覺先打完了，或打掉一部分，他根本沒辦法應付啊！飛機或者軍艦也打掉，他怎麼辦？你看他1艘、2艘、3艘航母去，請問連伊朗他都沒有辦法這樣子完全照着他的牌來出牌，他的未來我覺得真的很危險。你看最近你不是覺得人員局長他們還自己覺得很厲害，說你看我聽到消息了，我們有海軍真的美國就那邊護了1艘船過去了。結果後來被自己打臉，大家都知道這個消息，根本就沒有。他過去有這個實力啊，對，他過去的力量夠啊。其實到川普沒有了，但川普是聲音大，你知道嗎？他這種是很會喊話的。所以說你叫川普說他現在還在講要求伊朗要怎麼講，他現在怎麼要求？他原來要求的和平前沿都不答應，你現在把人家打得那麼慘，還告訴人家說我要求你停火，我就有20倍軍力。他現在自己怕，但是他會在說他的牌已經沒了，他會故意先亮出一個大牌，其實他已經沒有大牌了，而對方先亮小牌越來越大，他越來越害怕，然後就喊我還有哦，我還有更大牌哦，要嚇對方。我跟你講，這已經塌口了。好，謝謝丁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